Hai sahabat, saat ini saya berada di Candi Prambanan。大家好，又过是我了。这支影片要造访普兰巴南神庙看夕阳。普兰巴南是印尼最大的印度教建筑，也是东南亚第二大的印度教寺庙群，仅次于吴哥窟。但吴哥窟是个超级大 boss， 普兰巴南神庙就超级好爬的。普兰巴南位于日惹东北方约15公里处，属于日惹特区境内。假如搭通勤火车，大约30至45分钟可以抵达普兰巴南站。假如觉得搭通勤火车太麻烦，可以包车会轻松一点。普兰巴南大约是在9世纪中叶开始兴建，后续大概建了80年。又高又尖的佛塔是典型的印度教建筑风格。它中央最高的佛塔高度有47公尺，周边原本有240个建筑群所组成，但经历了数百年的火山和地震的摧残，以及爪哇岛上的宗教信仰逐渐转向伊斯兰，普兰巴南就开始被废弃。整个建筑周边就变成画面上所看到的一堆石头，可以感受到石头堆在那里的凄凉感，而且是非常壮观的那一种。在上一支婆罗浮屠的影片中，有提到婆罗浮屠约在8世纪马塔兰王国时期兴建，13至16世纪时，信奉印度教的满者伯夷帝国统治这里。16世纪末，信奉伊斯兰教的马塔兰苏丹国则推翻了满者伯夷，整个爪哇岛的信仰就转向了伊斯兰教，所以婆罗浮屠和普兰巴南才会有被废弃、深埋在森林和火山灰中的情况。普兰巴南神庙和附近许多印度教的建筑群，都算是整个爪哇岛从佛教转向印度教和衔接满者伯夷帝国的证明。大家可以找之前日惹城和婆罗浮屠的2支影片复习一下，我把影片连结放在资讯栏。至于爪哇岛转向伊斯兰之后，爪哇岛上的印度教徒们都跑去哪了呢？之后会在巴厘岛看海的时候把这段历史补上，顺便把我们过去对巴厘岛社会的误解一并解决。目前普兰巴南仅存没倒塌的佛塔有8座，3座供奉印度教的3位主神，包括位在中央的破坏神湿婆，位在北边的保护神比湿奴，和位在南边的创造神梵天，以及另外3座较小的佛塔，供奉的是主神们的坐骑，也就是湿婆的神牛南迪、比湿奴的金翅鸟和梵天的孔雀。而中间最高的这座，虽然供奉的是湿婆神，但这座佛塔有4面，除了湿婆神之外，还有他的儿子象神 Ganesha、南境神 Durga， 也就是湿婆神老婆雪山神女 Parvati 的其中一个面相，以及头山仙人 Agastya。佛塔墙面的装饰浮雕，讲述的是印度教史诗《罗摩衍那》和《薄伽梵往事书》的故事。故事从佛塔的东入口爬上阶梯后，以顺时针方向移动。以罗摩衍那的故事来说，浮雕描绘了 Rama 的妻子 Sita 如何被 Ravana 所绑架，猴王哈努曼带着他的军队营救 Sita。这个故事的内容跟巴厘岛传统舞蹈 Kecak 一样，可以看之前巴厘岛传统舞蹈的影片，有介绍完整的故事内容，影片连结同样放在资讯栏。
不管怎样，看不懂浮雕的故事没关系，夕阳西下时光线很美，可以尽情拍出非常有气氛的完美照，还可以远眺莫拉皮火山。1733年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员工经过此地，在他的日记中提供了一份关于普兰巴南的报告，让外界再度发现这座神庙。1755年，马塔兰苏丹国内战分裂为2个王国，一个叫做日惹，另一个叫做梭罗，或称苏拉嘎拉，就以普兰巴南神庙遗址和附近的奥帕克河来划定2国之间的边界，这也是现在日惹和中爪哇省之间的边界。接下来就是荷兰人殖民时期，英国人也有在这里短暂乱个几年，普兰巴南开始声名大噪。1918年，荷兰殖民政府开始修复整个建筑群，但之后又遇到1929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、2次大战的太平洋战争，日本人来了，以及1945年至1949年的印尼独立革命，都导致修复计划断断续续。1978年至1987年间，南边的梵天被修复，1982年至1991年间，北边的比什努也被修复。1991年，普兰巴南成为世界文化遗产。另外，一些较小的神殿在1991年至1993年完工。由于原本散落的大石头要重新堆砌起来就很不容易，所以重建的工作评估只有在至少 75% 的原始砖石可使用的情况下，才会决定重建神殿。而重建工作一直到今天都还在持续中。沿着往北的出口走到强迪舍乌，它也是普兰巴南周边的另一个寺庙群，但它是爪哇岛上仅次于婆罗浮屠第2大的佛教寺庙群。强迪舍乌在爪哇语的意思是1000座寺庙，但其实是只有249座寺庙所组成。当然，目前也只剩几座主要的佛塔看起来比较完整，其他都只剩下一堆石头咯。好咯，这支影片就在这里做结束。假如有机会造访普兰巴南神庙，建议可以额外多安排个半天，附近该逛的庙才有办法一次逛完。但千万别安排一整天在这里，这里除了石头可以当遮荫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Sampai jumpa。